大部分炼气士惧怕天劫，自是因为天劫无比凶险，又是谁都躲不过去的历练。当然了，如果停下修行，或是在炼气、归神、反虚、归道各个境界卡死了瓶颈，无法突破，那倒是不用面对天劫了。渡仙门中的绝大部分炼气士，只要不是走火入魔了，都有面对天劫的机会。这是因渡仙门算是东周的名门仙宗，普通资质的人族很难进入，且道程完整，功法高明，门内制度健全，福利优良。其他的仙门就不一定了。放眼洪荒与3000世界，9成的人族都没有修成仙的资质，而95%的人族都是凡人。炼气士群体中，因为资质限制，功法残缺，大概9成抵达不了成仙天劫，最后面对成仙劫能够活下来的又只有1-2成。这般算下来，似乎人族仙人数量也不多。其实不然，此时人族的仙人数量已经碾压了当年巫妖鼎盛时期2族仙人的总和。没办法，人族太能人族的基数实在是太大了。李长寿广读古籍，总结出了人族之所以能够在巫妖大战后期快速崛起，击溃巫族与妖族的3大因素。第一，女娲大神赋予的先天道躯；第二，繁衍速度，以及对环境超强的适应性；第三，人族先贤带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像什么天道大兴人族的论调，李长寿是不太信的。大公无私的天道如何会偏爱哪一族呢？天道推演天地之间万物变化，早早预示人族大兴，更像是一种预言，而并非是给人族定下了什么宿命。而人族依靠道门3教大兴这种说法更是可笑，明明是人族起事之后，道门3位祖师为借人族气运正道，立3教，从而得了无边功德。虽然身为道门弟子这么评价有些犯错误，但是李长寿一直觉得道门3位圣人老爷沾了人族的光，却一直没有为人族办太多实事。人教以人为名，太清老爷却只收了一个初代人族玄都大法师为徒。渡仙门的祖师爷渡恶真人根脚不明，应该非人族，也非太清真传。而太清老子此时尚未去人族俗世传下道德经，这也让李长寿完全不敢参悟自己背过的那些道德经的经典篇章。阐教倒是不错，元始天尊收了不少初代人族为徒，这些阐教门徒在中神州开宗立派，将修行之法在人族炼气士中推广开来。而截教这边就有些过分了，通天教主呢，相当于拿了人族的气运去补贴其他族类，座下弟子没几个人族，这事儿做的可谓是相当的不地道。人族和道门3教的关系，前者对于后者来说是立教之本，后者对于前者来说是锦上添花，为人族昌盛加了一份保险罢了。洪荒满满的都是算计。真正对人族崛起有贡献的大佬，此时或是在火云洞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或是早已经重入轮回了。这些想法若是说出来，必然是会被批为离经叛道。李长寿也就是在心底随便想想，并不会对任何人诉说这些理论。比如教育灵娥时，李长寿都只是教导他如何不沾因果，如何紧急情况逃命，以及培养他一些一人做事一人当，出了事绝对不能牵连师兄的义薄云天的优秀品性。灵娥的资质其实十分不错，有成为仙苗的潜质，自身也算是勤勉。李长寿一直觉得修仙体质有可能是某种隐性遗传，祖上80辈都是凡人，也有可能出现惊艳世人的修仙奇才。这灵娥就是这种情况。李长寿静静地待了一阵，又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人族炼气士渡劫的成功率。这个无法一概而论，不同道程门人弟子渡劫成功的概率天差地别。
对于数量最多的非三教道成炼气士而言，没有上等修行法，没有三教气运庇护，10个渡劫之人往往只能活1个。而三教道成的炼气士，只要不出差错，禅教、人教炼气士在天劫下的存活率能够达到5成甚至6成。值得一提的是，三教道成的平均天劫存活率只能够勉强达到3成，因为这个数值被截教拉低了很多。阐教奉行择优入门，弟子成仙率较高，道成数量居中；人教奉行无为随缘，弟子成仙率适中，但太清圣人不喜收徒，故道成数量极少。截教奉行有教无类，门人弟子人妖灵混杂，存活率随缘，成仙全看脸，且道成在3000世界分布十分的广泛，这就导致三教道法再高明，气运再昌隆，圣人老爷的先天至宝再能够镇压气运，也无法把成仙率彻底拉上去。更何况通天教主这位圣人老爷并没有能够镇压教运的至宝，掌控的是诛仙4剑这种杀伐大凶器。所以李长寿对于师父把自己带入了人教一脉，一直怀揣着万分的感激。小长寿，过来这边。99师叔突然传声，李长寿立刻分了一缕心神，看向了那边正对着自己招手的99师叔。李长寿对师叔微微摇头，表示自己不想动他。99瞪了他一眼，目光之中满是妖邪。李长寿全当没看见，继续假装闭目养神，维持着风雨咒。不多时，99面带微笑走了过来，坐在了李长寿的矮桌后。长寿师侄，你有没有带你那些好玩意儿过来？没有，那是小琼峰的保留项目，意思就是不能带出小琼峰。99的小脸顿时垮了下来，却依然保持端庄的坐姿。好无聊，这种差事最磨人了，还要在这里等2-3天，大会才会正式开始，偏偏师尊又在上面，我想溜都不行。李长寿微微一笑，心底思索着该如何让小师叔尽快回到他自己的座位，这般引人注目着实不好。在袖中掏出了一只木刻6色魔方，李长寿拿在手中轻轻滑动，经过精细打磨的方块滑动时，手感也相当不错，很快就吸引了99的注意。这是什么？李长寿暂时停下动作，展示了一下这魔方此时错乱的花色，随后双手如飞，不过2个呼吸的功夫就将魔方给复原了。99顿时眼前一亮，李长寿又把魔方打乱，放在他身边，传声道了一句：不要给其他人。放心吧，你的规矩本师叔都懂。99顿时答应了一声，拿起魔方低头开始尝试，很快就专注其中，慢慢起身走回了自己的矮桌，总算又平静了下来。李长寿继续化身没有人关注的人形监察器，等待着这次荡妖大会的结束。半日后，该来赴宴的仙门已经来得差不多了，水莲台各处坐满了俊男美女，若是闲来无事扫几眼，也是颇为养眼的。忽听一阵锣鼓响，空中飘来了一片白云，其上坐着数十个身穿紫袍红袍的海人，却是龙宫派来了大型海中乐团。就见得棒女抚琴巧含珠，鲛人轻吟客动容，蛟龙洞箫虾擂鼓，龟仙吹号谢开锣。下方又有一位位身姿曼妙的海女，身着清凉薄裙款款而来，在那宽阔的会场之中盈盈起舞，舞姿曼妙，挥袖洒香。为期2日的大型龙宫文艺汇演正式开始。李长寿并未分心于此，但周遭的闲谈声少了大半，大多数人都在看着场内的歌舞，他的心底需要处理的讯息也减少了许多。接下来这几日，若是这般平安无事就好了。李长寿的心底如此祈祷着，也在心底分析着
自己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麻烦。切磋应该没有自己的事儿，自己在众人眼中还只是反虚二阶，在这种场合上不了台面，那也就没什么是跟年轻弟子有关的事项了。除了有毒师妹站起来了，还提着自己的蒲团，背着大剑向自己这个方向走来。这大家无冤无仇，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有秦玄雅刚走2步，李长寿略带无奈的传声已传入他耳中。抱歉，有秦师妹，我想一个人歇息一下。还是拒绝了吧，别让他有什么念想就是了。在2丈之外的有秦玄雅略微一愣，抬头看脸李长寿，手中的蒲团却已经放去了一位女真仙身旁。来，小雅，看师叔最近写的一篇歌律如何？是师叔。长寿师兄，身体不适吗？有秦玄雅小声问着，那双美丽的眸子中写满了关切。李长寿淡定地摇了摇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面带微笑的闭目养神，有点小尴尬，但这师妹没有靠过来帮他吸引旁人关注，这就是好事了。李长寿刚才已经感受到了，自有毒师妹起身，周遭就有不少的目光朝着此地汇聚而来。虽然大家都是炼气师，但有秦玄雅的气质、容貌、身段都太过拔尖类些，想不引起旁人的注意都难。这要是谁想娶她回家，还是喂胖一点更安心些。这是来自他同门师兄李长寿的良心建议。这漫长的2天，在有些无聊的吹拉弹唱与轻歌曼舞中，李长寿又解锁了一样新的技能，一边施展风宇宙监察周遭，一边拿着自己在道藏殿外殿借阅的典籍慢慢品读，略感无趣。这一次荡妖大会最精彩的地方，应该就是接下来的龙宫赠宝各派弟子切磋了。李长寿对龙宫的宝物没有半点想法，虽然法宝这个东西不会有人嫌多，但一来这次宝物狼多肉少，想要争夺宝物，凭借自己表现出的反虚境2阶修为是远远不够的。二嘛，他推断龙宫今后必然会有大劫难，自己不能沾染半点与之有关的因果，如果沾染，那就算九巫的锅。算算时辰，已经快要到荡妖大会正式开幕的节点了。李长寿看了眼天上的高台，这2天的商讨，各派天仙应该已经跟龙宫商量好了东海边界等诸多事宜，不过这些跟自己并没有太多关联。久久还在那儿解不开那个6色魔方，这也证明了修为境界高低与智商并没有什么关系，也算是让他平稳度过了2天无聊的无酒时光。有秦玄雅在上次李长寿会错意说了那句拒绝的话语后，也像是明白了什么，虽然每隔半个时辰就会看向后面，但并没有再走过来的举动。这2天总体来说还算是平稳，正惬意地品读经文，毫无征兆的李长寿感觉到有2道锐利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且颇有敌意。不动声色地收起手中的竹简，专心解析风宇宙带来的信息。在目光投来的方向，李长寿发现了一名少年的模糊身影。啊，跟我有仇怨？没理由吧？李长寿抬头看去，发现此人站在会场边缘，距离渡仙门入座区尚有100丈。准确的来说，这并不是人，额头有鹿茸一般的嫩龙角，龙族幼龙，应该是这一次大会上要出场跟各仙门切磋的幼龙吧。李长寿的心底疑惑丛生，因为他发现此龙子的目光一直在紧盯着自己，不着痕迹地向后靠了靠身体，发现这龙子的目光也略微有了挪动，确定是在看他无疑。仔细观察，能发现这龙子的目光中有一缕浅蓝色的光亮。莫非我隐藏修为之时被这个龙子识破了？不应该啊，我的隐修为之法
是深度解析了各类查探旁人修为的术法之后，进行反向总结而归纳出的独门技巧。难道是看我在渡仙门来人之中修为最弱，所以盯上我了？李长寿的心底一阵推算，恰好风宇宙又捕捉到了那个少年嘴角露出的某种信息，自信满满的微笑。大概这个幼龙缺乏自信，但是被要求了必须在后面切磋中取胜，所以就想找一个在大门派之中最弱的人。哼，这路子真这么野？李长寿抬眼看去，用平淡的目光与这名龙子对视，后者双目之中的蓝色光亮渐渐褪去，那双如同蓝宝石一般的眼眸与李长寿隔了数百丈静静对视。按照经典的对视10秒定律，这一人一龙应当是……突然视线被一道大红的身影所遮挡，这少年身前多了一名龟仙人。太子殿下，您怎么跑这边来了？马上就该您登场了。太子，龙王之子，被这种家伙给盯上，当真不是什么好事。但李长寿也由此更加的费解了。龙王之子为什么会在茫茫人海之中一眼就看到了他这个渡仙门的弟子呢？难道他这个长相对雄性龙族有什么莫名的吸引力？李长寿陷入了沉思，仔细分析着其中因果，想着要不要现在找一个借口离场。龙族现在整体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尴尬，他们有从远古积累下来的众高手以及无数的财宝，但也有远古大战打碎洪荒后被天地排斥的大困境。